据印度国防新闻网站11月3号发布的报道称，中国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空射反舰弹道导弹，它将从空中发射到海里，这也许会对美国和印度构成威胁，因为该导弹射程将会达到3000公里，还可以携带核弹头。这个消息在10月份的时候就曝光过了，印度现在才反应过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天净研究自己家国产的导弹去了。不过在这篇报道中，印度媒体就表示了，中国的轰 6N 战略轰炸机十分危险，印度甚至都没有这项技术。不过印度没有这项技术不是很正常吗？就以印度军工制造能力，在上个月试射的这么多导弹都已经很勉强了，怎么还想着一步升天呢？值得一提的是，在印度的报道中，每提一次中国的轰 6N 战略轰炸机的发射反舰弹道导弹，就要提一句印度自己的技术，比如说到轰 6N 是中国轰 6K 的改进版，之后就转到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上，然后就把印度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给拉出来比一比。不过最后也还提了一句，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还是有区别的，印度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上手。在这篇报道中，还有不少媒体流传的对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猜想，比如该导弹是由2级发动机提供动力，使用固体燃料，发射范围在3000公里，并且有可能是 DF-21D 的空中发射版本，以及似乎和东风17也有关联之类的。不过报道还援引了一位印度专家的分析，认为这种导弹主要是中国针对美国航空母舰研制的，而且还可以针对任何海上军舰，基本上就是把套在东风17上的功能再给套一遍。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媒体还表示了，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专门为美国研制的空射版弹道导弹。但是美国的情报局早就知道了中国制造2种空射弹道导弹了。美国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政策计划高级研究员安基潘达于2018年4月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就做过首次报道，美国还给他起了个代号 CHASX-13。话说回来，在2019年美国在对中国的军力评估报道中也曾提过这种导弹，当时不少人都认为美国又是在强调中国威胁论，对这件事儿有点不以为然。不过世界就这么大，各国的小动作大多都是很难瞒过其他人的，特别是中美俄这样十分受到关注的国家。所以就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关于中国在研制空射反舰弹道导弹的事，美国怎么会不在意呢？所以虽然那个时候其实中国否认了这个消息，表示这一切都是美国的猜测，但中国肯定是已经在研制的，但是为了保护我方研究人员和资料之类的目的，对此事表示了否认。就算现在互联网上流传的这则视频，中国都一直保持沉默，不管外界如何猜测，中国都是一副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怡然不动的大国风范。现在也只能靠这几张图随意。新华社11月3号莫斯科消息，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图 160M 当天在换装新型发动机后，顺利完成首次飞行。据俄罗斯联合航空公司3号公告，此次换装的是 NK3202 型发动机，试飞地点为喀山机场。当日换装后，图 160M 在6000米高空进行试飞，在2小时20分的飞行时长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在完成各项指标检验之后，升级版轰炸机将在2021年开始向俄军交付。图160由图波列夫设计局出品，俄罗斯人昵称其为白天鹅，但北约给的代号是海盗旗。1981年12月首飞，1987年服役，1984年在喀山飞机生产协会开始生产，目前共生产36架，现役仅17架，其中包含一架图 160M2。据称，俄军计划每1至2年交付一架图160，直到在2025年至2030年这个区间内，拥有30或更多激活备用的图160库存。空重118000公斤，可挂载6枚 X55巡航导弹或12枚 X15短程攻击导弹，2个内置武器舱，最大荷载量40吨，最大起飞重量275吨。虽然是苏联最后的轰炸机计划，却是有史以来最重的轰炸机，也是目前现役轰炸机中飞行速度最快、航程最远的战略轰炸机，同时也是最大最重的可变后掠翼飞机，以及最大最重的2马赫以上超音速军用飞机，最大航程12300公里。目前图160生产中的版本主要是图160M 和图160M2。图160M升级了武器库、电子设备和航空电子设备，而图160M则进行了更深层的升级，包括低可观测涂层、动力更强、效率更高的发动机、新航空电子设备、玻璃座舱和通信控制系统。新增导弹防御系统。从升级后首飞的图160M 的更新方面来看，此次试飞的应该是图160M2。俄罗斯空军方面表示，所有现役中的图160均应按照 M2 标准进行现代化升级。
俄罗斯宣布将在2030年前升级整顿现有的图160机队，升级将更换无线电电子设备和发动机，仅保留机身。图160M2于2017年11月推出，预计2021年投入量产。外交官此后报道称，制造商俄罗斯联合航空公司称，首架量产的图160M2预计2021年1月30号出现在俄罗斯，到2023年将再交付3架图160M2。全新图160M2机队整队预计在2030年交付完成。此次换装试飞的发动机 NK3202 是存在研发困难的，自2017年开始进行测试，当时测试结果不一致，直到2019年1月也未能正式投入 M2 的生产使用当中。此次成功试飞验证了该型发动机的性能已达运行标准。NK3202 也称为 NK32系列2。是 NK32涡扇发动机的布加力变体，目前应用于图160M2，未来将应用于下一代俄罗斯轰炸机 PAK-DA， 那时将称作 NK65。飞行员网站11月3号报道，新升级的图160首次搭载新版本 NK32，这是军用飞机上安装过最大、功率最强悍的发动机，因为 NK32系列1已经是军用飞机史上最大、功率最大的发动机，与今次首飞的图160M2轰炸机史上最大、最重且最快、最远的战略轰炸机天作之合。俄罗斯联合航空公司11月3号社交媒体上使用的照片显示，升级后的图160M2以俄裔美国飞机设计师伊戈尔·希科尔斯基命名。他设计了全球首架4发飞机、第一型可投入生产的直升机，并提出了现代直升机常见设计——单旋翼带尾桨。暴风雨战机概念是英国新世纪空中打击战略的一部分。作为一项全面的空军现代化攻略，在2018年范保罗航展首次为人所知。空中打击战略意在加强英国飞行员对高强度任务的执行能力，提升战斗深度、作战。就变得更为复杂繁琐，且必须重新建造全新的战机。而事实上，硬核技术层面的改进屈指可数，因此英国正在寻求冲破这一樊笼。与此同时，英国还是美国 F-35计划中唯一的1级合作伙伴，不像土耳其只能制造随时可被抛弃的核心零件。英国方面消息称，英国皇家空军、海军将共同购买138架 F-35，预计在2025年拥有48架。虽然 F-35比 F-22造价便宜一半，但138架 F-35成本价就超过100亿美元。而暴风雨虽然定位为成本合适的多用途6代战机，但其中涉及的技术含量并不少于任何一架新型战机。除了雷达技术，还将使用能够减排的先进发动机技术，还可能加入电磁激光武器，这些加起来将是一笔不菲的资金投入。因此，设计即将定稿的暴风雨战机，在驾驭 F-35的同时，能否在2035年前形成初始战力，答案存疑。
方网演兵场11月4日报道称，美国国防部3日宣布，4架 MQ-9B 连同无人机控制站、惯性导航等配套设备，总价6亿军火销售案获批，再次助力美国添堵我国南部局势。这是美国近2周以来第3次通过对我国台湾地区军备出售决定，此次销售所涉金额达6亿美元。对此，台湾地区认为4架 MQ-9B 将有助于加强空军全时段侦察能力，并提高不对称战力，强化自我防卫。实际上 ，MQ-9B 只是一款连印度都不再感兴趣的无人机而已。新德里消息人士透露，已经向美国国防部长传达了无法匆忙拍板 MQ-9B 的销售案的决定，并真诚表示，印度目前对无人机没有紧迫需求。同时指出，虽然美国无人机很强，但是除了监视和搜集情报，并不具备明显战力，战时极易被干扰消耗，因此印方认为购买 MQ-9B 不具备实用性。一直以来，在军备购买方面习惯了大手大脚，买了聊胜于无的印度难得清醒了一回，说出了过于真实的评价。对此，印度方面拒绝匆忙决定，没有紧迫需求，美国则显得过于着急。话虽如此 ，MQ-9B 作为一架远程无人机本机而言，确实具备许多优良特性。MQ-9与 MQ-9B 的生产者通用原子航空公司在美国国防新闻网发表了卖方意见。从机身性能看 ，MQ-9B 较原始型号而言，使用寿命更长，占地面积更小，可在低空500英尺至高空4万英尺之间有效运行。应用领域广泛，包括海上监视、反潜、电子战、高空作战。介绍侧重于灰色地带、民用领域、非军事用途方面功能，也就是说，能够借助军机民用，行走在大国海战中的灰色地带。随着美国及其盟国的注意力在灰色地带的日益提升 ，MQ-9系列无人机出现在多领域、各层级的作战网络、平台协作中的概率只会越来越高，其中对无人机的操作性能也将越来越高。这些新要求正在各种操作环境中逐步实验。因此，美国国防部如此急于销售给盟国、友国以及相关地区，并不是单纯为了创收或日常收取保护费，也有着安插眼线、暗中布局的灰色打算。而对于途径，印度却成交于台湾地区的 MQ-9B 订单，印度方面也不露痕迹地酸了2句。据说此次交易能够提高接收者对当前未来威胁的应对能力，并确保安全与防御，但我们还是拒绝了这款武器。有趣的是，我们认为这无人机太贵，而且在高强度防御地区太过于脆皮。言下之意，不知道台湾地区看中了这款无人机哪一点？我国军事专家也对此做出评价。MQ-9虽然具备对地打击功能，但是此次 MQ-9订单中并未配套对地攻击武器，比如地狱火导弹、宝石路激光制导导弹等。就目前而言，只能执行侦察任务。据介绍，此次出售的是 MQ-9海洋卫士，最大航程1.1万公里，飞行时长达50小时。专家认为，这种缺乏自卫能力的无人机绝无可能冲过我军完善严密的地面防空网，更无力应对我军强大的航空军备。平时在灰色地带还能飞一飞，战时 MQ-9只能沦为靶机。